新来的小师妹是罕见的变异火灵根，修炼时需忍受烈火焚心之苦，而我未婚夫恰巧是天品冰灵根，能缓解火毒。在撞见二人双修时，我刚想发作，眼前飘过一行行字，洛清月还真把自己当正房了，不过是大男主的后宫之一，摆什么臭架子。最讨厌这洛夫清高的样子，出身样貌、性格天赋没一样拿得出手，难怪萧寒会移情别恋。还是我们小师妹善解人意，所以就算男主后面又有10几个女人，小师妹依然是白月光啊。楼上别气了，洛清月最后替小师妹挡了天劫，被劈成一滩肉泥。他那个废物爹还磕头求男主救女儿呢，可男主着急飞升，随手一甩，没想到他爹直接被震碎心脉，当场吐血身亡。男主都懵逼了，心想我真没用力啊，笑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站在修炼室外，指尖刚触到门扉，却听见里面传来令人面红耳赤的喘息声。师兄啊，柔儿好舒服，柔儿乖，马上就好了。正欲推门的手一顿，萧寒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，而那娇媚的女声分明是新入门的小师妹苏沁柔。上个月萧寒还跪在我爹面前发誓，说素日里多有照拂小师妹，只是出于同门之意。可此刻隔着石门，冰火双属性灵力却正以最亲密的方式交融。就在我准备破门质问时，眼前突然飘过几行半透明的文字，洛清月还真把自己当正房了，不过是大男主的后宫之一，摆什么臭架子。这是什么？我惊得后退一步。最讨厌洛这副清高的样子，出身样貌、性格天赋没一样拿得出手，难怪萧寒会移情别恋。还是我们小师妹善解人意，所以就算男主后面又有10几个女人，小师妹依然是白月光啊。又几行字飘过，我下意识摸了摸脸颊。作为玄天宗宗主之女，我虽不是样样顶尖，但何时轮到被人这般贬低？这些刻薄的话语到底从何而来？他们似乎对我了如指掌。还有什么男主？是指萧寒吗？门内的声音越发清晰。苏沁柔带着哭腔道：师兄，我们这样，洛师姐知道了会不会提他作甚？萧寒的声音冷了下来，若非他爹当年以恩相携，我怎会与他定亲？一个地品冰灵根庸才，也配与我这天品相提并论？好一个颠倒黑白！15年前魔修夜袭人间，萧寒一介小乞儿逃命至宗门山下，濒临断气。是我于心不忍，求爹损耗近100年修为，又辅以诸多灵药，才堪堪救下。3年前，萧寒向我表明心迹的温柔事言犹在耳边，如今却成了他口中的胁迫。楼上别气了，洛清月最后替小师妹挡了天劫，被劈成一滩肉泥。他那个废物爹还磕头求男主救女儿呢，可男主着急飞升，随手一甩，没想到他爹直接被震碎心脉，当场吐血身亡。男主都懵逼了，心想我真没用力啊，笑死。什么？我死死咬住下唇。爹会为我跪地求饶，还被轻飘飘的一甩夺去性命。可爹是化神大圆满的修士，又怎会？洛清月这副表情真好笑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修为不行，抓奸倒挺积极。救命之恩变道德绑架，老东西和他女儿一样恶心，活该去死啊！眼前文字越发恶毒，我却奇异般的冷静下来。这些天书似乎能预知未来，若果真如此，那我就是命不该绝。我直接一掌推开门，石门轰然洞开，室内交缠的2人仓皇分开。萧寒迅速扯过外袍，遮住苏沁柔裸露的肩膀，自己却还赤着上身。师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都是柔儿的错，是柔儿火毒发作实在难受。苏沁柔颤抖着往萧寒怀里缩，却不经意露出脖颈上暧昧的红痕。萧寒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清月，柔儿的情况你知道，我不过是在用阳精替她疏导火毒。我打断他，天品冰灵根果然妙用无穷。在2人骤变的脸色中，我轻笑，不如我现在就禀明我爹，正式为你们举行道侣大典。萧寒猛地站起，胡闹！我与柔儿清清白白，你若心存疑虑，我与你解释便是，又何必这般拈酸吃醋？解释什么？我盯着苏沁柔腰间悬挂的玉佩，解释你如何把我的冰心玉
拿来讨好小师妹？冰心玉是我爹历经千辛万苦从极北之地寻来的，冰灵根佩戴此玉修炼，事半功倍，说是稀世珍宝都不为过。若非萧寒突破在即，我岂会借给他？萧寒竟理直气壮，柔儿体质特殊，需要制寒之物镇压。你既为师姐，不该主动相让。我气笑了，所以你们就在修炼室行苟且之事，用我爹教的玄冰诀，在我的寒玉床上。师姐何必咄咄逼人？苏沁柔突然踉跄着扑来抓住我的手，你摸摸看，我的火毒是真的。双手接触的瞬间，一缕奇怪的邪火从他掌心窜向我的灵脉，我皱眉甩开他，不过用了一成力。苏沁柔却惊叫后退，整个人撞上香炉架，顿时手臂被烫出水泡。天啊，小师妹为爱自残，这是什么神仙爱情？洛清月这泼妇样真难看，别说男主了，我都看不上他。我冷眼看着萧寒，慌忙抱住他，转头对我怒喝：洛清月，你非要闹出人命才甘心？方才那股邪火分明是故意为之，若非我反应快，此刻灵脉已被灼伤。可笑萧寒自诩天才，却看不透这小把戏。苏沁柔还在抽泣，师姐为何推我？我只是想让师姐查看我真的火毒发作了。我无声冷笑，天书虽言辞恶毒，却比眼前这两人诚实得多。至少他们明晃晃地表现出对我的厌恶，而不是像萧寒这样虚伪。我退下腕间定亲玉镯，砸在萧寒脚边。既然你二人两情相悦，这婚事就此作罢。玉镯碎成两截，萧寒脸色从暴怒转为惊慌，他一把推开苏沁柔，竟直接跪着爬过来抓我衣摆。清月，你听我说，是柔突然火毒发作，我一时情急才如此。卧槽，男主跪的也太快了吧，哈哈哈！笑死，他爹知道能怎样？后期男主一根手指就能碾死整个玄天宗好吗？洛清月装什么清高啊，不就是想用退婚要挟男主？这些废话留着给我爹说吧。转身时瞥见苏沁柔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他显然没料到萧寒会跪得这么干脆，我却毫不意外。自从与我定亲，萧寒洞府里的灵药就没断过，连本命剑都是我爹亲手锻造，更不用说我爹还将本门至高心法玄冰诀传给他。如今他才炼至第4层，而剩余6层皆需宗主亲授，要他放弃这些，岂非比登天还难？果然，萧寒起身拦我，你爹不会同意的。当年他亲口说过，你天赋有限，无法修习玄冰诀，而我天品灵根注定要光大玄天宗。听到萧寒的话，我心里冷笑，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，我方才来寻他，本是想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我爹此次外出游历，结识了隐世宗门的长老，得来一枚冰属性的神品生灵丹，只要忍受洗髓伐骨之痛，就有3成几率将地品灵根提升至天品。3日后阵法不成，我爹会为我护法，若我成功晋升天品，玄冰诀自然会传给我。届时萧寒算什么？玄天宗又怎会仰仗一个忘恩负义之徒？我抬手掐了个法诀，甩向苏沁柔，萧寒不得不过去护他。我趁机御剑冲向主峰，刚到主峰结界外，身后破空声袭来，萧寒已经追来，苏沁柔被他搂在怀里。清月别走！萧寒竟祭出本命剑，直指我的面门，把话说清楚。柔儿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放肆！我爹的声音如雷霆炸响，萧寒的剑瞬间断成数截，整个人被震飞数十丈。苏沁柔尖叫着去扶他，却被余波掀翻，狼狈地滚下山阶。爹！女儿亲眼撞见萧寒与苏沁柔在修炼室行苟且之事。我话音未落，萧寒已拖着断剑跪爬过来，师父明鉴，小师妹火毒发作，险些丧命，弟子指示。够了！我爹抬手打断，既如此，婚约取消便是。萧寒，快起来啊！你以后可是要飞升的男人。老匹夫现在装逼，等男主榨干你玄天宗资源，崛起后第一个让你磕头。放心吧，我看这老东西鸡贼得很，根本舍不得男主的天赋。萧寒脸色巨变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他竟砰砰磕起头来，额头瞬间血肉模糊。我冷眼旁观，
这演技倒是比苏沁柔高明得多。我爹终究叹息，你且安心，你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待遇还如从前，玄冰绝后6层，为师亦会倾囊相授。我心头一紧，急忙想传音告知我爹天书预言，可嘴唇刚动，喉咙就像被无形之手扼住。爹，我拼命想说出真相，却只能发出无意义的气音。那股神秘力量如复古之居，竟连传音都被阻断。我浑身发冷，终于确信这天机只我一人能见。萧寒得了便宜，面上却愈发凄楚，弟子多谢师父，这就去撕过牙反省认罚。说完，他又转向我，笑容苦涩。清月，纵使婚约作废，我永远是你最忠实的大师兄。我冷哼一声，萧寒的虚伪让我恶心，更恶心的是，天书说的没错，我爹的确舍不得他的天赋。玄天宗需要天品冰灵根，哪怕他是个畜生，他会继续享受玄天宗资源，直到榨干我们父女最后的价值。为今之计，我必须尽快生灵成功。只要我实力足够，这些魑魅魍魉自然无处遁形。2日后，我于净室打坐调息，为明日生灵做准备。忽然眼前天书浮现，笑死，洛清月还在做天品灵根的美梦呢。明天要发现生灵丹被偷了，表情一定很精彩。小师妹吃生灵丹这段我看100遍都不腻，洛清月气到吐血的样子太下饭了。不好！我猛地睁眼，这些文字来得蹊跷，却从未出错。生灵丹！我当即掐诀御剑，冲向宝库。踹开大门时，正看见苏沁柔面色潮红地蜷在萧寒怀里，她灵力紊乱，显然刚服下生灵丹。爹用本命剑换来的至宝就这么没了。你们！我剑指2人，气得发抖。萧寒竟先发制人，清月你冷静些。我看这灵药冰属性极强，正是压制柔火毒的好东西。这是助我升为天品的生灵丹，千金难换。你们！话音未落，苏沁柔喷出一口血，周身灵力暴走。萧寒慌忙抱住她，转头对我怒吼：愣着干什么？快叫一休！柔儿若有3长2短。我冷笑看着苏沁柔体内2股灵力撕扯。生灵丹药性霸道，她一个火灵根强行吞服，若无冰灵根帮忙疏导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私盗宗门至宝，按律当废去修为。我缓缓抽出佩剑，不必叫一休了，我现在就送他上路。卧槽，剧情怎么变了？洛清月怎么这么快赶来？原著明明是男主护法小师妹吸收完丹药才被发现的啊，怕什么？男主可是气运之子，就算被发现了，又能怎？笑死，就这破丹药也配叫至宝？后期男主随便吃着玩的垃圾罢了。苏沁柔七窍开始渗血，发出惨叫，好痛！寒哥哥救我！我趁机一剑刺向苏沁柔。既然丹药已入腹，那就连他的灵根一起毁掉。洛清月，你竟敢！萧寒面目狰狞地挥掌击来，金丹期威压让我动作一滞。就在这瞬息之间，苏沁柔竟从袖中射出一道黑芒。我侧身闪避，仍被划破手心，伤口立刻泛出诡异的紫黑色。这分明是魔族特有的剧毒。打斗声早已惊动整个玄天宗。我爹与4位长老瞬息而至。我强忍剧痛厉喝：爹！他们盗取生灵丹，还勾结魔修。大长老闻言祭出捆仙锁，2长老的焚天印已悬在2人头顶。萧寒脚下却骤然浮现阵法。快！他们要逃！我爹的剑气后发先至，直接将萧寒丹田贯穿。他狂喷鲜血，却狂笑着捏碎传送符箓。今日之辱，他日必100倍奉还。阵法光芒散去，地上只余一滩黑血。卧槽，剧情崩了！萧寒丹田被废，还怎么当男主？急什么？男主有天道庇佑，这次重伤反而会重新洗髓，休养好后实力会更强。小师妹本就是魔修卧底，马上要觉醒冰火双灵根了，还会被奉为下一任圣女。我的心沉到谷底，再也支撑不住，跪倒在地。我爹忙拿出解毒丹为我服下。月儿，生灵丹，爹在想办法。我摇了摇头。从前我和我爹待萧寒那样好，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如今
他被我爹重伤至此。我们父女二人与萧寒已彻底结了死仇，而苏沁柔竟是下一任魔族圣女。若萧寒勾结魔修卷土重来，恐怕会拉整个玄天宗陪葬。不，我绝不能让他得逞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神渐渐坚定。爹，我要修丹道。我爹脸色骤变，万万不可！你忘了你娘？我没忘，可我没有选择。爹，萧寒身负气运，你那一剑废不了他。若他集结魔修杀上门，玄天宗拿什么抵挡？玄冰诀需要天品灵根才能大成，可丹道不看灵根，可丹道凶险。你娘当年……正因如此，我更该继承娘亲遗志。我打断他，从储物戒取出一本泛黄的手札，手札扉页还沾着干涸的血迹。这是我6岁时娘亲炼制神丹却遭反噬，吐血身亡前最后写下的。他到死都攥着这卷竹简，而我爹至今不敢翻开。翻开第1页，赫然写着：月儿若学丹道，切忌丹火须以心御之。爹，您看，娘亲早就为我准备好了。我爹踉跄后退，仿佛瞬间被抽走全部力气，终于颓然点头：罢了，丹房有你娘留下的9转乾坤鼎。当夜，我按照娘亲手札开始炼制最基础的聚气丹。寻常丹修需练习千百次才能成丹，可我第一次就闻到丹香。炉盖掀开，9枚圆润如玉的丹药静静躺在炉底。我捏起1枚吞下，澎湃药力瞬间冲刷4肢百骸，停滞1年的修为竟隐隐松动。这才是真正的丹道。2年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丹房内9转乾坤鼎剧烈震颤，1枚通体晶莹的丹药缓缓升起，紫光直冲云霄。天穹骤然阴沉，雷云翻涌，雷劫劈落。我抬手结印，避雷诀化作金色光照，将雷霆尽数反弹。是丹劫，居然是仙品丹药！门外传来惊呼。我蒙上面纱，袖袍一挥，丹药落入掌心。推开门的瞬间，数十道神识扫来，各大宗门的长老御空而立，眼中尽是殷勤。蓝参大师，可否为我宗炼制一炉？蓝参姑娘竟能炼制无丹毒的仙品聚气丹，老朽愿以镇宗法宝交换此丹。放屁！我要往古出10株万年灵药。我将丹药抛给匆匆赶来的我爹，转身就走。这2年来，我化名蓝参，就是为了让萧寒以为玄天宗只是招揽了个丹道天才，而玄天宗靠着我炼制的无丹毒聚气丹和回元丹，早已今非昔比。无丹毒意味着修士可以无限服用丹药提升修为，而不用担心根基受损。那些曾对玄天宗不屑一顾的势力，如今为了求药，甘愿放低姿态叫好。毕竟谁不想要毫无副作用的修为暴涨？可虽然如今玄天宗多了许多盟友，我仍不敢掉以轻心。当药鼎熄灭，眼前就会浮现天书最后的预言：萧寒会带着滔天恨意杀回来，而苏沁柔将成为魔族圣女。我必须变得更强，才能护住爹，护住宗门。而3日后开启的上古秘境，正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。这处上古秘境每100年才开启一次，藏着无数机缘和奇珍异草，其中就有炼制神品生灵丹的最后一味仙草冰银草。只要神丹炼成，我就能彻底升为天品灵根，将玄冰诀大成。可珍宝面前，难保有些人心术不正。为避免意外，我拒绝了各宗门同行的提议，选择易容混在散修队伍中。秘境第7日，我几乎翻遍所有寒潭，却始终寻不到冰银草的踪迹。就在我焦躁时，前方洞穴传来嘈杂声。走近一看，数名修士围成一圈，中间是几位白衣女子。地上躺着的女子面色潮红，汗水浸透纱衣。玉淼仙子中了魅毒，必须找同属性的水灵根或冰灵根修士双修解毒，否则不出3刻，爆体而亡。年长女子把脉后急声道：玉淼挣扎着撑起身子，不，我宁可死。她嘴角溢出血丝，周身灵力开始暴走。素女宫弟子急得直跺脚：师姐，宫规再重要也比不上性命啊！我眯起眼，素女宫以清修闻名，门下弟子终身不近男色。玉淼仙子更是素女宫首徒，
天之娇女，若真在此失身，恐怕比死还难受。素女宫这群老处女真恶心，天天把贞洁挂嘴边。实际上，哇哦，男主的第3个女人出现喽！这段剧情超级香艳，嘿嘿，笑死！玉淼不是号称冰清玉洁吗？最后还不是被萧寒按在身下婉转承欢？我瞳孔一缩，消失2年的天书又出现了，萧寒竟也在此处。下一秒，人群外传来低沉的男声，在下冰灵根，愿为仙子解毒。我循声望去，是一对陌生男女。啊，男主终于来了！玉淼的厨子身保不住喽，小师妹脸都绿了。说好的只爱他一个呢？修仙界哪来真痴情？男主收后宫天经地义，天书疯狂滚动。我瞬间明白，这就是易容后的萧寒和苏沁柔。若仙子不嫌弃，萧某愿意相助。萧寒故作关切地走近，却在玉淼无意识扭动时，目光扫过他半露的酥胸。我冷笑，他哪是想救人，分明是看中玉淼的原因。水灵根女子的初次交合，对冰灵根修士是大补之物。玉淼剧烈喘息，不必。她颤抖着摸向腰间匕首，竟要自绝心脉。素女宫众人惊呼，萧寒闪身上前，一把扣住她手腕，仙子何必轻生？萧某绝不会趁人之危。他嘴上说的冠冕堂皇，掌心却暗度一缕奇怪凌厉。玉淼顿时浑身酥软，眸中泛起水光。卧槽，男主这手暗度陈仓绝了，玉淼还怎么装清高？笑死，小师妹指甲都掐进肉里了，还装大度。果然，苏沁柔强挤出甜笑，我师兄最是正直，姐姐们放心。就在犹豫之际，玉淼发出一声痛呼，她衣襟被自己撕开大片，露出锁骨下蔓延的毒纹。素女宫众人哭成一团。师姐，难道真要眼睁睁看师姐死吗？萧寒笑容笃定，仿佛已经势在必得。我来救他！我突然出声，全场愕然。在萧寒变色的瞬间，我弹指将一枚丹药射入玉淼口中。笑死，哪来的路人甲也敢抢男主机缘？怕不是活腻了？坐等萧寒打脸，迫不及待想看后面和两女的双飞剧情了。我淡淡道，清心丹只能压制片刻，要彻底解毒，还需以灵力疏导。萧寒眯眼打量我，这位道友是何方神医？略通丹道罢了。玉淼脸上潮红稍退，不等他反应，我并指如刀，直接划开他手腕血脉。你干什么？素女宫众人暴起。萧寒意有所指，你竟要活取修士精血炼丹？素女宫诸位，此等邪修！话音未落，玉淼伤口处窜出诡异毒气。我早有准备，祭出九转乾坤鼎，所有毒气瞬间被吸入鼎中。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，我双手结印，鼎中毒气与我的冰灵力疯狂纠缠，最终凝结成一枚紫黑丹丸。我捏着毒丹，声音淬着冰，魅毒里掺了魔族的蚀骨欢。素女宫的各位，你们确定这位仙子是意外中毒？苏沁柔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小师妹下毒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，原著明明是天衣无缝的陷阱，不把玉淼拿下，男主还怎么得到素女宫的镇派法宝和独门心法？对啊，而且正是因为男主救了玉淼，素女宫公主才在临死前把毕生修为传给男主的，这下机缘都没了。我无声冷笑，原来所谓的大男主竟是个靠女人往上爬的软饭男，只可惜遇到了我。我猛地甩出石破伞，药粉在空中炸开，萧苏两人伪装进退。萧寒周身元婴威压毫无保留的爆发，而苏沁柔眉心赫然浮现魔族印记。众人哗然，我厉喝：诸位小心，这是玄天宗通缉的叛徒和魔修。素女宫弟子瞬间结阵，寒冰剑气直取萧寒咽喉。萧寒暴退数丈，死死盯着我，你到底是谁？竟敢坏我好事！我褪去伪装，释放威压，2年不见，师兄连我都认不出了。萧寒瞳孔骤缩，洛清月，不可能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修炼到元婴大圆满？卧槽，这路人甲是洛清月？开什么玩笑，原著里他到死都是金丹期啊！我冷笑不语，
我早已服下抱元丹，能让我的修为短时间内暴涨一个大境界。但萧寒不必知道这些，他率先出手，百道冰锥破空而来。我抬手祭出九转乾坤鼎，鼎身旋转间将所有攻击尽数吞噬。萧寒脸色巨变，不可能，这是仙气！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鼎中火焰化作巨蟒缠住他半边身子。萧寒仓皇闪避，衣袖仍被烧去大半，露出焦黑的手臂。苏沁柔尖叫着要冲上来助阵，却被我一掌拍中丹田。啊！他周身魔气瞬间溃散，喷着血道飞向萧寒。萧寒却猛地掐诀，竟将他反推向素女宫大阵，自己借力暴退。苏沁柔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：“寒哥哥，柔儿放心，我定会回来救你。”萧寒的声音还在回荡，人已化作黑芒遁向洞口。我冷笑弹指，一枚冰针后发仙质，精准没入他后心。苏沁柔瘫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我掐着他脖子将人提起，他突然癫狂大笑，周身灵力开始暴走。贱人，你休想活捉我！想自爆？我剑光一闪，直接洞穿他心脏。苏沁柔轰然倒地，脸上还凝固着扭曲的怨毒。一缕黑气悄无声息从他天灵盖窜出，就想逃匿。是魔魂！我及时掷出九转乾坤鼎，将其吸入，带回去以后炼化，就可探查他的记忆，想必也藏着不少秘密。卧槽，小师妹就这么死了？她可是男主强行用秘法也要带着一起飞升的女人啊！是啊，虽然男主飞升后又勾搭了10几个女人，可是小师妹一直最受宠的啊。剧情全崩了，我真他妈服了！洛清月这个恶毒的女人能不能给我去死？她就是见不得男主对小师妹好罢了，女人的嫉妒心真可怕。天书疯狂咒骂我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望向萧寒逃遁的方向，那枚冰针上淬了寒水毒，会顺着经脉侵蚀丹田，每动用一次灵力，毒素就会深入1分。我要让萧寒亲眼看着自己从云端跌落。素女宫众人围上来道谢，长老盯着我手中的九转乾坤鼎，颤声道：“这莫非是传说中的九转乾坤鼎？姑娘难道是蓝参大师？”我微微颔首，刹那间，整个洞穴鸦雀无声。什么？洛清月就是那个能炼制无丹毒仙丹的蓝参大师？男主还在逃命呢，这边已经开挂开到天上去了，这还是大男主后宫爽文。玉淼挣扎着起身，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株通体晶莹的仙草。蓝参大师救命之恩，玉淼无以为报。这是我在秘境深处所得，还请大师收下。我的呼吸骤然停滞。冰莹草，叶片如冰晶般剔透，茎干流转着淡蓝色光晕，正是我苦寻不得的最后一味主药。我压下心头喜悦，接过仙草，此物对我确实有用。玉淼苍白的脸上浮现笑意，能帮上大师就好。另外，我素女宫愿与玄天宗结盟，共抗魔修。原著里素女宫不是男主的后宫团吗？现在全成洛清月舔狗了。一个臭炼药的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男主马上就会得到上古传承，到时候一根手指碾死他。就是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他运气再好，能有男主运气好吗？谁能想到传承的入口就在不起眼的入口处啊？说到这，守护兽小狐狸可是渡劫期大佬，刚化为人形，懵懵懂懂就被男主睡了，连修为被男主吸了都不知道，笑死。上古传承，守护兽，我心头一紧。这天书总在关键处剧透，倒省了我不少事。素女宫长老面露忧色，大师，那叛徒萧寒。我冷笑，他跑不了。天书骂得越恶毒，越证明我做对了。萧寒不是自诩气运之子吗？那我就将他所有机缘一一斩断。上古传承是吧？我洛清月要定了。告别素女宫众人后，我直奔天书所说的秘境入口，一处毫不起眼的石壁裂缝。卧槽，洛清月怎么知道这儿的？这贱人开挂了吧？笑死，他以为自己是气运之子，等着被机关扎成刺猬吧。哈哈哈，他再往前走3步，立刻会被万箭穿心。我唇角微勾，指尖轻点石壁左侧的凸起，机关触发的声音响起，
无数毒箭从石壁射出，却全部定在了空处。我早已闪身避开。卧槽，他怎么知道机关位置？肯定是蒙的。下一关时蛊虫巢他绝对过不去。我掐诀祭出冰焰，火墙将涌来的虫巢烧成灰烬。天书文字越发癫狂，咒骂与剧透交织。前面头顶还有落石，左侧石像会喷出焚天烈火。最后一关幻境迷宫需要闭眼右转3次，左转1次。我轻松闪过所有陷阱，连衣角都未沾尘。道路尽头豁然开朗，一只雪白的九尾狐正蜷在玉台上，琉璃般的眸子懵懂望来。我盯着小狐狸，想起天书说过，它嘴馋。我从储物戒取出一盒冰晶甜果，晃了晃。小狐狸鼻尖耸动，化作白衣少女扑来，给我的。我微笑颔首。少女欢呼一声，接过果子，塞进嘴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她含糊不清地指着身后玉杯，姐姐真好，后面有宝贝，滴血就能拿。我毫不犹豫划破手指，鲜血滴落玉杯的瞬间，整个洞穴剧烈震动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怒喝传来，洛清月！萧寒浑身是血冲进来，正好看见传承光柱将我笼罩。他目眦欲裂，那是我的。光柱中，上古冰帝的虚影缓缓浮现，血脉纯净，心性坚韧，可成无道统。萧寒跪地痛哭，前辈明鉴，这女子偷我机缘，我才是天选之子啊！虚影却冷笑，方才你进来时，老夫看得清楚，为独吞传承，推数名修士入沙阵探路。萧寒脸色煞白，我这才注意到他袖口沾着血。不是的，是他们自愿。闭嘴！虚影怒喝，心术不正，也配觊觎本座传承？传承之力轰然灌顶，我体内灵根疯狂蜕变，玄冰诀自行运转到极致。萧寒突然暴起，一剑刺向我心口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剑锋距我心口仅剩3寸时，小狐狸动了，9条血尾如锁链般缠住他四肢。我听见骨骼碎裂的脆响。坏蛋！小狐狸抽出一条狐尾猛扇他的脸，转头冲我眨眨眼，姐姐我帮你揍他。啊，臭狐狸，坏我男主好事。这畜生原著里不是被男主说服的吗？怎么叛变了？对啊，小狐狸本该被男主调教成骚狐狸，整天想着那档子事啊。还我高速车剧情。萧寒面容扭曲，体内灵力疯狂运转，试图挣脱。就在此刻，他腹部处蹦出数道黑血，寒水毒发作了。我的丹田！他惊恐的内视，发现金丹正在溃散。我俯视着他，寒水毒的滋味如何？每用1次魔功，毒性就深1分。说着，将小狐狸护到身后，你连守护兽都想用龌龊手段控制，也配称气运之子？萧寒突然狰狞大笑，洛清月，你以为赢了？他咬破舌尖，喷出大口精血，在空中化阵，以无半身精血为祭，恭请魔尊降临分身。洞穴顶端骤然裂开，一只巨手探出。我瞳孔骤缩，那竟是渡劫七魔修，千钧一发之际。传承光柱中传来清月剑鸣，一柄冰晶长剑悬浮在我面前，剑身缠绕着丝丝金色道纹，竟是把神器。我握住剑柄的瞬间，磅礴剑意如海啸般灌入经脉，斩！简简单单的一劈，巨手被金光生生搅碎，魔气发出凄厉尖啸。萧寒被余波掀飞，撞在石壁上，喷出大口鲜血。这明明是男主的本命剑，贱人抢男主机缘，不得好死。好恶心的剧情，作者被洛清月魂穿了。我持剑直指他咽喉，萧寒，该还债了。正准备刺下时，萧寒大喝：老怪物还在等什么？他身后空间骤然扭曲，一道枯瘦如鬼的老者虚影浮现。那虚影阴笑一声，袖袍卷起萧寒，瞬间撕裂虚空。小狐狸惊呼：是残叶！那个专是修饰魂魄的邪修，我年幼时差点被他抽魂炼气，他竟还活着。我眼睁睁看着萧寒消失在空间裂缝中，心头怒火翻涌。萧寒金丹已碎，又中寒水毒，竟还能逃走。小狐狸又道：不对，只剩一缕残魂，他必是躲在萧寒识海苟活。洛清月傻眼了吧？
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和天道处斗？哈哈哈，气不气？就喜欢看洛清月无能狂怒，天书疯狂辱骂，我却越发冷静。萧寒必须死，哪怕追到九幽黄泉。不过当务之急，另有其事。回到玄天宗后，我马上着手炼制神丹。丹房内，冰银草与7种天材地宝在鼎中交融，鼎身震颤间，一道金光穿透屋顶，直冲九霄。金色雷劫过后，神品生灵丹成了。丹药入口的瞬间，四肢百骸仿佛被万载寒冰贯穿，我清晰地感觉到灵根在重塑。与此同时，上古冰帝传承的庞大灵力在经脉中奔涌，修为节节攀升，竟直接让我成为化神大圆满。歇息片刻，我又将苏沁柔的魔魂扔入鼎中炼化。魔魂在炼化中逐渐显露出记忆碎片，数百处魔窟坐标在识海中铺开，最中央赫然是魔尊疗伤的幽冥血池。玄天宗当即集结各大宗门，清理所有魔窟。这些魔窟比想象中的更肮脏，里面堆积着无数骸骨，其中不乏各宗门失踪的修士，甚至有些头骨只有拳头大，一看便知是婴孩的。所有人都杀红了眼，而魔尊被我们堵在血池时，腹部还残留着我那一剑的金色道纹。各派大能的法宝同时落下，这位叱咤千年的魔头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魂飞魄散。3个月后，最后一座魔窟化为灰烬，却始终不见萧寒的踪迹。魔窟没有他，修仙界也容不下他，那么他一定躲在人间。我起身飞向人间，化神期的速度撕裂云层，2日便踏遍大半凡尘。第3日，掠过一处村落时，消失已久的天书再次出现。卧槽，洛清月这贱人怎么阴魂不散？男主的灵根还没好啊，怎么办啊？啊，小医仙终于出场了，纯真善良，治愈系 YYDS。我眸色骤冷，萧寒果然躲在这里。神识扫过村庄，很快锁定最破旧的茅屋。屋内，萧寒正虚弱地靠在床头，一个粗布衣长的少女端着药碗。萧大哥，药好了。少女舀起一勺吹凉，眼里满是倾慕。萧寒握住她手腕，傻丫头，为了给我熬药，几日没歇息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少女羞红了脸，我自愿的。嘿嘿，虽然小医仙只是个凡人，但谁不想要一个这么贤惠的女人呢？后面男主被害，是小医仙翻遍医书，用心头血为药引救了男主，自己却受到反噬，瞬间变成80岁没几天死了。我真的哭死。没啥好哭的，小医仙虽然死了，可他在男主心里永远有一席之地啊，值了。值你妈！我无声冷笑，这畜生倒是惯会从女子身上得到好处。我踹开门的瞬间，少女惊叫：“你是谁？”萧寒瞳孔骤缩，随即露出茫然神色：“姑娘，我们认识。”神识扫过萧寒，他破碎的丹田竟已修复大半，灵根处缠绕着浓郁血气，这分明是用邪法炼制凡人精血修补而来。萧寒还在装傻，姑娘为何这样看我？小医仙张开双臂挡在他面前，修仙者就能滥杀无辜吗？萧大哥不过是个重伤的可怜人。可怜人？我冷笑，村里最近是不是总有人失踪？小医仙一怔，你怎么知道？隔壁王婶的小儿子，村口铁匠，因为他们都被你身后这个可怜人抽干了精血。小医仙踉跄后退，脸色煞白，不可能。萧大哥他……萧寒见被拆穿，突然一把掐住他喉咙。洛清月，好久不见啊！小医仙不可置信地转头，泪水滚落。萧大哥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闭嘴！萧寒狞笑，能为我疗伤是他们的福分。我站在原地没动。萧寒以为拿捏住我的软肋，脸上浮现得意之色。他掐着小医仙的脖子后退，放我走，否则我捏碎他的喉咙。哈哈哈，男主牛逼，拿凡人当肉盾，这招绝了。洛清月有本事连人质一起杀啊！伪善的贱人，洛贱人给老子死啊！男主快爆发小宇宙！我忽然笑了，你以为我在乎凡人死活？尽管杀！萧寒表情凝固，他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。小医仙的眼泪砸在萧寒手背上，
他下意识松了力道，就是现在。冰帝剑化作流光，砍向萧寒右臂，他惨叫着松手。小医仙瘫软在地，我一把拎起他扔出门外，反手射下结界。萧寒撕心裂肺的嚎叫，残叶救我！虚空骤然裂开，枯瘦老者虚影浮现，却一巴掌抽在萧寒脸上。废物！上次救你已经耗尽老夫大半灵力，这次又连累我。萧寒被扇得口吐鲜血，却仍死死抓着残叶的衣角。前辈，求您滚！残叶一脚踹开他，转身就要遁入虚空。我甩出九转乾坤鼎，鼎口爆发恐怖吸力。残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残魂正在瓦解，不，这鼎能炼化魂魄。鼎盖轰然闭合，凄厉惨叫戛然而止。萧寒转身就逃，但刚才那一剑已让他身受重伤，刚冲出3步就栽倒在地。他挣扎着爬起，满脸血污，竟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砰砰磕头：“清月，我错了，看在往日情分上饶我一命。”我居高临下看着他的丑态，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宠儿，连最后一点尊严都不要了。我抬脚碾碎他手腕：“情分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”他疼得面容扭曲，却仍不死心。我可以告诉你魔族的秘密，还有上古秘宝的下落。不必了。萧寒眼中闪过怨毒，突然暴起，他袖中窜出一道黑芒，直取我眉心。去死吧，贱人！我早有防备，剑锋一转，黑芒被劈成2半，竟是条剧毒蜈蚣。与此同时，冰帝剑毫无阻碍地刺入萧寒心口，剑尖从他后背穿出，带出一蓬鲜血。不，我明明是气运之子。萧寒眼珠突出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死了。我掐诀照出丹火，将他尸身烧成灰烬。一阵风吹来，骨灰散得干干净净。全书完，就这，男主死了，作者疯了。大男主爽文写成这屎样。洛清月，我草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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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书最后浮现几行扭曲文字，随后炸成无数光点消散。冥冥中我仿佛听见天道不甘的嗡鸣，但那又如何？所谓天命，我洛清月一剑斩之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